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视频频道。那么又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啊。那么又经过了2个多月的闷头学习呢，这一次我们再跳出来了解一下其他领域的 AI 项目。其实，在钻研一方面学习或者是钻研一方面工作的时候 ，AI 目前的其他领域也在迅速迅猛的发展。那么这一期呢，就要跟大家聊一下如今的 AI 音频。首先，我们频道之前分享过基于本地部署的 AudioCraft 生成音效、音乐的一个项目，但是呢还是早期啊，一些音频的质量和效果还不尽人意。那么之后呢，又跟大家分享了基于人声训练的 RVC， 到后面的 GPT-Sovist， 那这个效果呢是越来越好，不管是做人声的后期训练，还是实时的变声啊，进步呢基本上是人眼可见的。那么自从年后这几个月以来呢，在 AI 的这个作曲、编曲方面又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，从那个 Spability Music音乐生成项目到近期比较火的这个 Suno。 但是今天欧阳要跟大家聊一个不一样的，它是我们首款国内的音乐大模型，它的名字呢叫天宫音乐啊，是昆仑万维 AI 这个公司旗下的一款应用产品。那它的特点呢是不需要输入 prompt， 只需要一个参考音频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reference 数据啊。同时呢，它还能生成44100赫兹的这样一个高质量的采样音频，这个音频采样相当于我们 WAV 的水平，也是目前来看啊能生成音乐质量最高的。如果音乐发烧友的话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啊。OK， 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听一下它的一些事例是什么样的。2月天阳，流翠春烟，3月3来，山青草漫漫，最美是人间4月的天，一江春水绿如蓝，春色恼人不得眠。OK， 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风格啊。那么下面也有一些说唱的，我们也可以大概听一下。这次海选的话就是没有过，You know what I'm saying bro yeah，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yeah，You know what I'm saying bro yeah yeah， 我的车费是妈妈借的 yeah， 邻居的钱给我。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 AI 作曲方面啊，真的也很强了。那么这一期呢，我想拿3个例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以及我创作的一些方向和感觉啊。首先第一个，我截取了《唐伯虎》当中的那一段。稟夫人，小人本住在蘇州嘅城邊，家中有屋又有田，生活樂無。整个那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我就把那一段截取下来，让天宫的大语言模型呢帮我去优化一下词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这个音乐写歌这里呢，最好的格式是需要去押韵，然后其次呢还要有对仗，也就是说书写前后段落工整，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题词对仗押韵才是最好的歌词，当然也不绝对 OK， 因为我们这边最多只能输入300个字，所以这里我精简了那么一小段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是有一个可选参考音乐的，当我们点开以后可以看到曾经用户上传的一些可选音乐，也有平台自己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示例的可选音乐，当然有很多的风格，这种它属于散口还是什么的这种比较调侃的，所以我用这个宽面我们来试一试啊。因为考虑到频道的版权意愿呢，参考音乐我就不在视频中放出来了。那当然了，视频简介下方我也会把所有参考音乐的连接放在下面啊，大家如果有些音乐没听过，可以直接通过连接来听一下。OK， 那么现在我们来听一下啊。小人住在苏州城，家中有屋又有田，生活了无边，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，占我大屋夺我田，我爷爷跟他来翻脸，反被他一过来大扁。唐伯虎你太残忍，欺负善良，明占家园，夺我田，让你的罪行千古传。好逗啊，我们听一下第2个。小人住在苏州城，家中有屋又有田，生活了无边，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，占我大屋夺我田，我爷爷跟他来翻脸，反被他一棍来大扁。唐伯虎你太残忍。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是有一些那个宽面的感觉。我们听还有第3个。小人住在苏州圈，家中有屋又有田，生活了无边，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，占我大屋夺我田，我也跟他来翻脸，反被他一棍来的扁。唐
伯虎，你太残忍，欺负善良，明战我们听一听它有没有那个旋律过门啊？谁知那唐伯虎，他实在太阴险，知道此情心，竟派人来暗算。可怜老夫他魂归天，此恨更难填。我为救丧夫，唯有满身为奴，自作贱。一边勤赚钱，一边读书篇，发誓八公明显，受人仇人一支箭。从此唐寅时期半生边，我牢记此仇，不共戴天。谁是伤我了胭脂剑？从此唐寅时期半生边，我牢记此仇，不共戴天。手里了四大大严寒线，总是伤我了胭。OK， 我们会发现，在1分20秒的时候，我没有词，它自动起了第二段，这就是自我的能力涌现，和那个 GPT 一样，有一些自我能力涌现，就是说它慢慢的会给你编词，如果你的词不够，起始的话可能需要50字的词你才能生成。当音乐时长它现在是生成到80秒钟嘛，那么当这个字不够撑的时候，到了第二段以后，它就会自己编词，或者是根据你之前的词继续往下编。这是它的一个基于语言学习方面的一些能力，它学习的更多是歌词。第二段我准备了一个女生的 vlog， 它是一个日记的形式。那台词呢，大概是我们找一下，大概是这样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第二个这个参考音乐呢，还找了一个 Sitting 还是什么，就是那个之前大家说的那个越南神曲啊，这个它就更流行，更 pop 了。所以说我们再用一下这个来试一试啊。这个它就更有一些那个 house 的感觉，有一些舞曲的风格，但是主旋律我觉得不太像。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个。所以说还可以啊，就不一样的曲风，它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。那说完这个以后，最后一个示范的就是我自己随便写了一个随笔啊，大概就是形容，我就随便想啊，就大概形容可能现在的人每天过得比较累，每天过得比较浑浑噩噩，现今的人的状况和网络上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事情，这些东西带给我们很多困惑。但最后呢，其实我想放下一切所有，还不如去安安静静的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拿起 Switch 打2把塞尔达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放到这边来，我们重新编创一下。那这个曲风我也准备了2个，这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是有点颓废，当然也可以比较励志了。一个是大碗宽面，还是之前呢，我觉得它有一些 rap 的感觉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花样年华，我觉得这个它有一些影视的这种感觉，有一些这种腔调啊。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啊。总有些新鲜元素，昨天未尝早餐，这个风格有点像。今天煎饼加了蛋黄，它有一些4/3拍华尔兹的感觉，对吧？就之前的那个节奏型是对的。拿着手机我才明白，好好活着和活出自我的差距。有人大肆如飞，口吐芬芳，自信爆棚；有人翻山越岭，漂洋过海，装模作样。每人都在。只能说这个参考不是特别适合这个，我感觉啊，一样是宽面，我们再听一下，它肯定就更偏向 rap 了，还是 rap 的那种感觉啊。每一天糊里糊涂，生活重复的套路，但看看细微之处，总有些新鲜元素。昨天未尝早餐滋味，今天煎饼加了蛋。网络世界心梗出不穷，刷着手机我才明白，好好活着和活出自我的差距。有人大肆如飞，口吐芬芳，自信爆棚；有人翻山越岭，漂洋过海，装模作样。每人都在这场
这个狂欢中迷失，你不是接受，即便是发誓他，我不想去多想，也不想去多问，换个频道，抛弃所有，打开我的 Switch， 只剩塞尔达的世界里，没有人教，没有人罚，还有个公主在等我。哇，这块它有独白了，就你可以想象到他能感觉到这个词是比较舒缓的，即便是用宽面的那个参考音乐，他也不会说是那样一直的 rap 下去，他这种 rap 就变成了一种独白旁白的感觉了。第一段比较分明，前一段是独白，后一段开始唱，然后进入副歌。哎呦我去，他这个叫什么呢？自我涌现的能力，慢慢你能感觉到不同的歌词它有不同的情境，即便是你给它的同样的 reference 的一个参考音频，它的感觉出来可能还是不一样。那么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所试验的这么几个我想到的一些词啊。在之后呢，我跟大家聊一下它的一个原理哈，我找到了一些它的关于它的论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可以看到是这样一张图片啊，这张图片为什么要聊这个？其实任何机器学习的这个原理和框架都是大体相同的。当我们之前了解过 ComfyUI 的一个框架以后呢，其实在理解这个来说的话，也是不是特别难的啊，因为它是要有音频输入的。那么没有音频输入呢，它会自己去判断这个类型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input 一个地方就是 reference song 啊，一个参考的音频。那之后呢，会经过一个 music 的 encoder 啊，所谓的音频编码和我们图像编码。这个 clip version 不是图像嘛，我们这边是 music encoder 进去以后呢，它会编码为，我们可以把它相同的对比为图像当中的一个 token 序列，就是一个叫什么来着 embeddings。所以说进来以后它是有一个音频序列，那么音频序列这里被称之为 music paths。那么变成这样编码以后呢，直接给到这边大模型进行处理。那么大模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边就类似于一个采样器的感觉，它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 Language Scale Transformer， 总体的负责音频旋律的生成和合成。那么下面这一部分的 Diffusion Transformer， 它是负责歌词和人声的处理，最后交给这个大模型进行一个合成和融合。当融合出来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走的这个管道是 Music Latent，音乐的一个潜在空间，潜在空间过来以后，肯定就是 VAE decoder， 进行一个解码，最后生成 generate song， 就是最后生成音乐的这么一步。所以说，当我们了解了ComfyUI的框架，你会觉得每一个模块呢，在人工智能里面，它都是这样一个模块一个模块进行处理的。现在它是输入的是一个参考音频，那如果像之前我们输入提示词呢，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个地方呢，它并不是一个参考音频进到的 music decoder， 而是换成了什么 text prompt decoder。对吧？那么通过这个地方的判断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音乐模型当中的 IP adapter。所以说这个项目，我觉得我们国内走在了前面了这么一个感觉。因为大家如果了解这个 Sano 前段时间啊，它是基于提示词的，而我们这个不同的是，它在提示词的基础上做到了 IP adapter 这种感觉，所以各有特色。那么在这方面，我觉得更强一点的就是参考音频，它更具象化。我们想要音乐某些因素和元素的话，它更能体现。不同的类型呢，其实还有一些运用场景，我们之后还可以再来试一个，这是也是我之前准备好的一个案例。那之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I 音频对未来的生产上也有什么关系。从音乐的两方面来说，第一方面对于专业人士，当然了，咱不是专业人士啊，并不能评判对专业人士的影响。但是欧阳也多多少少玩过几年乐器，然后也学过一段时间这个配乐相关的事情，只是说太深入的编曲创作、写词写歌什么的没有做过。那么从这方面去想的话，我觉得对于专业人士呢，会提供一个更便利的一些东西。跟大家聊一个小故事啊，就是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，就是搞编曲的，写歌的，主要是写旋律的。为了找这个灵感呢，就会学一些有的没的东西，比如说如何做梦啊，如何去控制梦境啊什么的等等这方面的有的没的东西吧，比较玄学。尤其是人在睡眠状态的时候，他的精神是特别放松的，经常会感觉到梦境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无穷的想象力啊，各种天马行空的梦你都会梦到。根据他的描述，就是在一个梦中呢，你想到的一种美好的旋律就会出来，但是这种美好是你本身先有的，你有了美好的憧憬和向往以后，你在梦境中想要唱一些歌啊，想要一些旋律，它就会出来，他就会做这方面的一些训练啊。他的床头就有一个笔记本，是写的那个本啊，不是电脑，
他立马起来以后就会拿起来笔记本，先把那个简谱写下来啊，他就是这样做歌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通过间接的观察，也能感觉到这个 AI 可能会给更多的音乐人一些不同的灵感。现在还没有到达一个专精领域啊，如果未来像音乐这种模型专门服务于音乐人的话，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专精领域，比如说就所谓不同乐器和音域的分布啊，我要乐队的，或者是我想要个贝斯，我想要个底音，又或者是我想要小提琴的一个高音旋律等等方面的吧，这样应该就是一个更专精的一个领域和模型了。那在目前而言呢，我觉得它是更泛用型的，给我们普通人来使用的。那么说到我们普通人的用途呢，其实就很广了。它降低了使用门槛以后，我们可以用 AI 去写任何的音乐，任何形式的歌曲。比如说，就我刚才示范的给大家看到一段影视里比较经典的台词，我想把这段台词恶搞一些，搞笑化一些，把它编成另外一个音乐，所以就有点像鬼畜那个白云黑土的那种感觉了。第二个例子，我觉得会更常用，因为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，现在是一个视频流传播的时代，我觉得应该有60-70%的人都会尝试去发一些自己的作品，去做一些简单的自媒体什么的啊。那么在你的抒发中呢，不一定就非得是旁白，不一定就非得是独白，不一定就非得是字幕，又不一定非得是那些叫什么 AI 配音了，对吧？又是什么派大星的，又是什么孙悟空的这些配音，一听 AI 这个味儿受不了啊。那么更提高一些格调呢，就是把我们要抒发的一些内容、一些文本直接转换成音乐啊，用音乐的形式，用 MV 的形式去体现出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路数，因为这个案例其实在2天前、3天前我就已经看过了，但是不是 vlog， 是一个广告啊，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也是别的朋友发给我的，就是现在大家已经慢慢用上 AI 技术了。我每天晚上提前把它设定好睡眠，然后设定时雨和岛上推的温水。要喝的时候就需要按一个按钮，刚好一杯温水。OK， 简单就这么意思啊，只不过是对于一个产品的文本文案转成歌曲歌词这样一种形式，所以说它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用处，我觉得有很多啊。就是说，当它的门槛降低以后，那么对于欧阳之前的一个视频领域，就视频后期领域或者是视频创作领域的一个方向，它又有什么帮助呢？其实也有一个帮助。这里顺便说一下它的一些使用小技巧，以及第3个应用场景，就是我们经常如果在写一些故事脚本，或者是想体现视频当中的一段情绪的时候，经常会用一些影视电影配乐，对吧？那么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配乐的选择。我们只要参考音乐，不需要这个歌曲歌词，那这样呢，它就会生成一个背景音乐，就是我们的旋律音乐。当然了，把它全删掉不行啊，因为它还必须要有至少50个字符的生成，可以把这个字符全部换成一些符号啊，各种各样的符号。这里呢，我们就一直点下来，可以看到大于50个字符它就亮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大耳宽面给它换了啊。那这里我上传了一个轻音乐，像我们现在网上大家也会经常看到一些专门做这种 lo-fi 音乐的频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频道的就是播放量就很高啊，尤其是在 YouTube， 也许是学习的人多，或者是想放松的人多吧，就会听这种 lo-fi 音乐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同样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，我随便下了一首 lo-fi 的音乐，然后我们直接使用这样一个参考图。参考音乐不是参考图，绘画搞多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直接让它生成 ，OK， 生成完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全是点啊，各种点。然后我们听一下它的这个感觉，对吧？我觉得这是又一个场景，像这种 lo-fi 音乐，我觉得更适合做我节目的背景音乐啊，或者是。上传一些旋律，生成一下我节目的背景音乐，因为大家也知道讲课很枯燥，所以说经常欧阳会带一些古典的或者带一些 vlog 风格的音乐，让大家看教程的时候有一些精神，不要说一直听着一个语速一直在讲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很快就会犯困，对吧？我看教程也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最好有一些背景音乐忽有忽无的，或者是为了区分段落啊，有一些段落的起伏，配合讲解的段落，我觉得这样的观感上会好一些吧。所以，但是在其他的平台可能还好，尤其在 YouTube， 对于音乐版权的这个重视程度比较高，所以说我们不能随便用一些音乐，你必须要用一些免版权的。那么在找免版权又适合我们所需要表达的一些情境氛围的时候，它是比较难的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就可以
用这样的一种方式。那么现在来说，天宫的音乐呢，对于我们媒体方面来说没有明确的版权声明，但是不能以音乐媒体的形式上架到音乐平台，做成音乐单曲发售，这样是不行的。那么再高端一点呢，其实就是我所说的影视配乐的一些感觉，给一些氛围或者是一些情境，这我觉得是一个对于普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但是我不知道对于专业人士如何，因为我并不是这方面从业者。当一个需求能满足大部分人来说呢，和 AI 绘画我觉得也会相似。比较低端的体力工作的人员的话，就会吃亏一些，因为有些音乐的这个质量，你会感觉到不能说是上升到什么高度了，但是它已经是一些大众能接受的口水歌的程度了。所以说到这儿呢，还是最终一句话吧，不管如何呢 ，AI 是不可阻挡的这么一个趋势。当你真正拒绝了新鲜事物的时候，你的进步就已经在原地踏步了。时代的洪流一定是推着那些永远对新鲜事物感兴趣的人们前进的。OK， 那我们这期基本上就到这里了。最后呢，这个天宫音乐啊，作为国内首款 AI 音频呢，能做到这样，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，也算是在 AI 的赛道上占有了一席之地。那如果大家想尝试的话呢，可以通过评论区下方的链接去下载他们的 APP， 因为现在还是内测阶段，他们只有这个 APP 的应用。那在不久的之后呢，应该也会有网页端的应用。其实欧阳更喜欢网页端的一个操作啊。OK，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欧阳要跟大家聊的这个 AI 音乐领域的一些进展吧。现在 AI 的编曲已经很厉害了，希望有朝一日呢，它能帮我编写一首我视频的主题曲或者是结尾曲，就 nice 了。好了，如果本期信息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，就千万不要忘了点击系列按键来支持欧阳一下下了。如果对媒体制作加 AI 领域感兴趣的朋友，那也千万不要忘了关注一波，未来呢，我们一起探讨更多跟媒体制作相关的 AI 技术。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